倒潭山峰，在很多的地方都有一张照片来告诉你这边有多美。丹阳的第9景，传统在地的一个市场。稻城，哇，你的尾巴也拉太长了吧？100年酒庄哎，酿酒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哎，这里散步每个地方都是美景，你看这个灯，对不对？很美耶！哎，晚餐没假上。稍微看一下。哦，你刚刚东找西找，到底找什么？到底有没有做好功课呢？不是，韩文有点难的。哎，应该是那一间。哎，荞麦，世界第一，1996年。这一间非常的特别。这间的特别呢，在于说我们来韩国，我们一定要吃炸鸡。炸鸡啊，韩式炸鸡，对不对？但是这里的韩式炸鸡会颠覆你跟我的想象，因为我也是秉持着一个朝圣的心态来这里去看的。它是世界第一间唯一用荞麦做的炸鸡。哦，原来是荞麦，荞麦果粉哦。对，我不知道，因为其实连我都没有吃过。你看里面那个人声鼎沸的样子，我觉得行动已经诉说出一切了，是不是？我们要赶快过去。先过去，我们先过去看一下。哎，越来越多了。干杯一下！干！好，来，我们从右左转。哇，手放快哦！哎，我开会了。你刚才就说荞麦在哪里啊？对啊，它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在于说，脆脆的外皮上面都是用荞麦下去做的。这里从1996年开始，首创把荞麦跟冷面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美食，整个非常的多汁哦，它皮很脆，跟一般的韩式炸鸡不一样，然后非常的鲜嫩多汁。我先吃啊！马西手哟。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在台湾吃的比较都是那种果酱的韩式炸，这种只有单纯这样炸的我比较少吃。我今天这样一吃，吓到我了，我第一次吃到鸡肉荞麦的香味。这里啊，老板原本就是卖荞麦冷面的，等于老板这边开始荞麦面卖得好，然后最后呢，他开始做这个荞麦炸，等于2个 popular 的东西放在一起，难怪可以开到这样2个。艾美也相当喜欢吃炸鸡，而且他对皮的要求超高。我跟你说，全台湾的炸鸡我大概每一种都吃过，然后在台湾韩式炸鸡的各个不同的店我也都吃过。我觉得他用荞麦粉很聪明的是，因为我刚刚就一直在啃它的粉。然后韩式炸鸡它厉害的就是它的皮真的超级的脆，然后我不知道这个荞麦粉是不是比较浓还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跟它韩式炸鸡那个皮的那个脆度刚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就觉得好搭哦，然后又加上一点点这个荞麦的香气，完全可以耶。其实我觉得它那个荞麦有增加它那个皮的脆度，原味就已经很好吃了，但是我们还有附那个盐啊跟酱，可以再沾沾看。因为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先这样子做，然后就没有去盖掉荞麦本身的味道。你知道，其实像我们大家吃荞麦哦，大家可能只是吃个口感，但是荞麦是一种非常棒的炸皮或者是做成其他食物的原料，因为荞麦不含麸质，而且荞麦含有丰富的镁、多种维生素跟营养。然后像我这种过敏体质的人，我吃荞麦也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吃起来哇，没有第二句话，一直吃。这个面我有点看不出来啊！你说冷面，那个汤是什么汤啊？它的汤的话，基本上大概都是牛骨汤头，牛骨汤，再把油滤掉。不是，那因为正常牛骨汤要看不到油很难呐。我先吃一口原味的看看。我们说真的，它这个面条的 Q 度啊，吃了就知道，而且它清爽不油腻，但是浓厚的那个汤头的感觉，竟然让我在口腔里面回味不绝，而且。咬下去那荞麦面，再加上那个红红那个突然花青素的那个蔬菜啊，咬起来那整个嘴巴里面吃起来靠靠叫，太好吃了这个。你看这个荞麦在碗中啊，你看我这样抖，跟果冻一样。很 Q， 是 Q 的。感觉它那个筋性是很 Q 弹。它这个面，我觉得有一点点他们年糕的感觉，好像很细的年糕。真的超弹的，它介于面体跟年糕的中间。韩式荞麦面跟日式荞麦面，我觉得相比之下，它其实有着口感决定性的完全不同。哇，好喜欢那个一入口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因为有一种
视觉到底是有种什么我的感觉？视觉跟有视觉跟味觉有视觉，冲击，因为一般人吃面会觉得烫烫热热的，可是这边吃是冰凉的，很舒畅，然后又很 Q，而且冰冰凉凉的面配上辣辣的酱，哇，冲突的美味。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这个刚拌完以后啊，这面吃起来带着一股非常浓的酱香跟海苔香，那一闻你马上就口水流出来，不放到嘴巴里面不行哎！哇，这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我跟你说，待会儿呢也要试一下它不同的荞麦煎饼。啊，还有荞麦煎饼，这间店是以荞麦为闻名的，所以我们来吃一下它的荞麦煎饼。难怪世界第一，它这个调味真的很棒。超期待的。韩国民间有出现一些小店是以这样的吃法为名，但是这间才是创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间店规模非常的大。这煎饼太棒了，原味的，你这样光是闻一下，满满的蔬菜味，然后一口咬到嘴巴里面，咬下去，煎饼的软嫩跟蔬菜的口感清脆，这样太搭味了。哎，我已经吃了3块炸鸡，然后1小碗面跟2片煎饼，可是好像还是有点饿，也没有很饱嘛。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眼神是整个发光炙热，恨不得一口气把那一盘全部扫掉。他真的一口接一口，哎，会让我有点吓到，说哇，吃炸鸡的样子好狂啊！比较圆形的食物，你会真的可以吃比较多，因为它非常好消化跟代谢，然后也不会胖，你就会更放松的一直吃。哎，这种应该每天都可以吃一次吧。这次来中州市体验这非常特别的荞麦面，在吃的时候，你可以真的感觉没有负担。荞麦，我想它达成了很棒的一个方向。这次来体验荞麦面过后，未来我会特别的往这个方向去看，它开启了我对荞麦真正的认识。我们已经吃饱了，肚子感觉舒服了，身体也身心舒畅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丹阳最漂亮也最重要的美景。你没去那边，你不要说你来过丹阳哦。但它也有就是很多好玩的。跟着我一起去汗蒸的，你可以去想象一下，我现在光用想的人走进去，然后整个那个窑炉的热度透过那种远红外线传到我们身上，穿透我的身体。那个里面会变得因为它的油滴下来，然后马上皮肤对，烧起来了。Looks like today is the day. 哎，在台湾很难看到这样的风景，在台湾很难感受这种温度，整个树叶掉光的感觉，湖光山色变得完全不一样啊！现在是2度还是5度？2度，2度。可是说也是因为这种天气很冷，所以看出去的风景会特别不一样。对啊，会。哎，你们看景色完全不一样。对啊，哦，你看南汉江的风景很独特。这边附近都是山，然后山把湖面这样子包围。你看那边湖面总是宁静的。那边湖面总是宁静。不要太自高吧，来了，来。我们这边明明就很浪漫。你看一下这边的山，然后你再回头看一下，回头后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山峰。啊，叫天柱山，对，那个是的，而且这样太阳这样子照过去，后面的山都呈现红色，哎，红色、橘色的，真的很像台湾那种百岳的山景。是啊，然后我们这样伫立在群山之中，你就会觉得说，很像是那种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落下雪，就是这样子的画面啊，很像我们走进画里面。对，哇，出来了！啊，有比较温暖一点。这个日出很漂亮哎，应该很多人在那边走来走去，这其实有点像我在台湾的大安森林公园。大家其实周边的住民很早起来就来运动来走路，这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日常，但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能够在这边散步，有没有？吃完饭在这边走一走，对啊，神清气爽。整个光这样子从各个不同的山峰射出来，很漂亮。哎，哇，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峭壁吗？这真的跟那个传说中的山水峭壁一模一样哎。它这边很超厉害的，对啊它那个木栈道是建筑在那个峭壁上面。对啊，因为这峭壁几乎是90度垂直哎。你这个功法太强了吧？穿越古今之美，有冲突感，有就其实你蛮难想象，就是我们现在在韩国，对，因为我们对韩国的印象大概就是比较首尔啊首尔、釜山、济州岛，大概这样子。我们结果来这里都是看到很传统，然后吃的也都很传统，就是很在地风情的东西。哎，这里看起来好高哦。对，哎，不是啊，它这跟一个木栈道完全不一样哎。对啊，是透视的耶。它这个设计，我脚麻麻的。哎，悬崖峭壁上面还有长花。对啊，它有巧思，我的天啊！哇！哎，这如果一般人不知道走到这边，可能会吓一跳。有这个 skywalk 啊，走在空中的感觉。觉得它这些在南汉江旁的这个栈道设计真的很棒。像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那个旁边做的那个灯啊，是用那个油灯的造型。哦，对对对，有。然后像它上面还有做这个顶棚，它确实考量到不管是安全的还是下雨天必要的一个设施。你看，像我们去那种首尔大都市，步调就很快。对，可是来这边你就可以慢慢去享受这个木栈道的节奏。对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除了首尔之外，来韩国我们要有更多的选项，比如说来南汉江畔啊，丹阳，来到丹阳啊，哇，丹阳不是只有你们所想的这个样子哦，就这样诗情画意啊，不是吗？我们现在呢是一个静态之美的体验，但是呢这边呢也是饱含了动态的活力哦。动态这种我跟你说，我待会动态会让你哇哦的那一种，是哇哦这样子吗？哇 ，Amy， 我们两个先吧。是。我们两个年轻的先冲一波了。好。OK。可颂德，直接上来。哎，那我耳朵要拿起来吗？耳朵要拿起来。系安全带哦。好，做好了，做好了，准备要出发了。哇，要开始往上坡了。哇哈哈哈！自己动了，好恐怖啊！哇哦，天气好好哦！哇！现在要上坡了，然后呢要交给机器控制。目前呢还是2只手抓紧的。哦，哎，它弄很紧哦。OK。呀，拜。好兴奋啊！哦，花地离我好远哦，看你玩上去。啊，上面超高的，我现在很像在一个红色的森林隧道里面。现在继续上坡。哇，太高了吧！不可能那么高吧？好高！啊！其实我超怕做这种很高的东西，我会害怕。他刚才讲了很多的步骤，其实我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它旁边会有标志啊，就是跟你说哪边要放开手，不用放开手，哪边要刹车，然后哪边要停止。它这边旁边都有那个告示牌可以看。大家如果来丹阳呢，一定要来这边体验看看，是一个人生很特别的经验。哇，要准备下去了，要准备下去了！耶！哦，你下去了。不行吧，不行吧！哇！好快哦，好快哦，好快！好快！哦！
我把塞翁老看他没有？你还要一直我拍一个，控制速度来了，来来，我听到哇的声音了。速度很恐怖哎，我觉得很快。你的 GoPro 都已经那个我拍天空了，下风哎，瞬间会断片呢，又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超快！我刚以为，因为我正在慢慢上去，然后我下去，我听到你在大叫，我以为在浮夸。对，没有，你真的喊破喉很像咙。自己控制的云霄飞车，但是其实你控制不了，控制不了可以控制控制不了控制不了。你可以稍微我不知道，因为标志写说要一直推，所以它全程都是最极速。哦，我真的是吓疯了耶！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很刺激，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也觉得很疗愈，因为刺激，然后就把心中的那个压力整个全部叫出来。 So count on me. You know I will screw it up. I am here to get it wrong. Count on 它是一个 heart lock，把你的心系在这里。对，你看这边都是各种爱情的枷锁，你要把它解开。体悟是不是？但是如果真的可以锁在这，我觉得也是一件蛮好的事情。你看看这样子的环境，有没有？刚刚没有看到这个景色。对啊，更高的维度看起来真的很漂亮，那个江是这样 S 型的蜿蜒的，对，很漂亮。山的层层堆叠更有深度。我们等下上去 Skywalk 哇，那个高度更高哎。 360。对啊，从这里慢慢上去。哦，好啊。你看那里有个天空步道。台湾有没有像这样的景点？因为台湾临江，台湾没有江。没有这样，就是山谷嘛。对对，看过去那个真的是像以前我们看的那种山水画，整个蜿蜒的江啊，然后层层堆叠的山，而且我们来的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很棒，因为整个森林的颜色是比较多的，它不是说像夏天或春天那整片绿，它现在有绿有黄有褐色有红色，然后当然也有很枯萎的这种深褐色。对，难怪韩国会有这么多韩剧都是讲恋爱。来这边真的会有那个感觉耶，就是太美了，然后就算吵架，情侣来这边应该都会和好。对，就是被美景给调和两个人。美景是情侣的调和剂。在这种地方真的会让你的心灵感觉非常的舒服。没有破坏原本的样貌。对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而且它这个景观台我做这种镂空设计，我很喜欢。对，因为心旷神怡啊。对。好漂亮啊！参与是在那边嘞。哇。哦，前面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对啊，整个腾空的感觉出来了。艾美，你看那边，我们住的饭店就在那儿。啊，我现在感受到就是那个震动啊，打从我心里传出来啊，有点脚软软是从吗？脚这样子传上来。我现在想要眺望远方，好，要看远感受方，看南远方。洋之美。在这边真的有一种心旷神怡。所有的人只要到这种环境，大部分都可以把心里面那一些累积已久的压力一次释放开来。真的有被疗愈到。你看它一圈一圈上来，整个心情的状态越来越好，有美景，有科技的感觉。你看这个 Skywalk 就是让你有一种科技的感觉。对，你刚有跟我们讲啊，说这边体验完这个静态的，其实动的地方不只有你一开始哇哇叫的地方，待会还有可能会让你哇哦2、3级的地方。我们用最狂的方式看最美的景。 Alright， 我是1号选手2号选手就位，我脚开始麻了，艾美。阿伟紧张吗？我觉得我快心脏病发作的感觉。哎呦，我脚好麻哦。好恐怖哦，看着其实很害怕哎。艾美，我觉得可怕了，艾美。我也觉得啊。可是你看这片湖光山色，对啊，放空的浏览。你如果待会趴就看风景啦。天哪，要开门了，要开门了 ！Oh my god！ 漂流亚洲客，有自由落体的感觉。It's another Friday, but we're trapped inside. 哇，好美啊！天哪，上山下海过夜，漂流亚洲太刺激啦！艾美是不是旋转了？
是不是停住了？是不是停住了？鸭子很冰，这风很冷，哇，下来蛮舒服的。哦，那个高度感有。有。嘿，好，换我们了，对，换我们继续滑梯嘞。我跟你说，我们那个不是这样，哇，我们那个是哇真的还假的吗？ ，keep。哎，这样欣赏风景其实还 Korea 사랑해요。到了。啊，卡萨米达，卡萨米达。手好冰哦，哇，那红了， I like it, I like it。滑下来，那个脑袋会有点空白，那个前面蛮像自由落体的感觉。一开始那门一打开下去是刺激，但是中间你就开始被美景吸引，然后那个风一直这样，哇，好舒服哦，很像冲到国画里面，很好玩。我觉得我是一个老鹰视角，有老鹰的感觉，老鹰视角看不清。这个有舒服，哎，好玩呢。在搭高空滑索的时候，会有一种画面上的冲击，就是视线感是一直这样咻，速度很快，有一种一直强行输入美景到你头脑的概念。但其实之前我是非常害怕很高的东西，可是因为在这个美景当中，你会忘记那个害怕，然后把自己置身在这幅山水画里面。I'll take you somewhere. I'll take you somewhere. With a life I can see you. 准备要铲喽，踩什么？铲你啊！铲，要踩了！左右扭啊！很厉害哦，这不是传统的溜滑梯哦。换我了。刚才那个画面，我一下去还以为透过时光隧道我要回去了。那个瞬间是这样，我完全感觉很好玩。先起来好了，等一下正摇撞到你。要铲了吗？哎，我还没，好快啊！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说，这个太快了，这个溜滑梯，不是。这个溜滑梯让我讲不出话来。哎，他们两个身体很不一样哎。对啊，这是体感最久的溜滑梯，真的对不对太可怕了。而且是花容式的那种脚，就是艾米又说好不帅啊。你们两个你没有听，不要小瞧了溜滑梯，它那个没有摩擦感的那种速度真的是咻，对，就是咻。哎，我觉得大家我们各自玩自己都行。真的很棒。 I hope you're ready for someone that's been waiting for you.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this girl. Are you ready? Well, I hope you're ready for someone that's been waiting. 我到现在心情还没办法平复下来。速度与激情大概就是真的。整个兼具啊！除了就眼观这四面八方的美景之外，还用另外一种感受去享受我们的丹阳。这边就是很像一个历史的感觉，然后非常漂亮的古色古香，但是你又用一个很刺激、很新潮的玩法。真的是该 Max 讲，动静皆宜啊。对，完全全身都被疗愈到了，从内心那个嘶吼呀，然后看到美景，舒畅真的好爽。让人难以去想象说，怎么丹阳一个这么漂亮的美景的地方，可以让我们这么舒畅的、这么开心的玩。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但是却有着这么新颖的玩法。真的。I know I'm ready for you. 'Cause I hope you're ready for me. I'm so ready. I know I'm ready for you. Oh my god！今天那么早起来，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边那个有没有
天空一层那种白雾，那是非常冷又有一点水汽的状态下面才会形成的。超漂太阳刚升起的时候，我不用看白雾，我看地上那个叶子，我就知道超冷的。天哪！那个都已经霜化了，好不好？你看，我好像在台湾还没有体验过这个。哇，我们今天起得那么早，6、7点，然后又这么冷，我们要干嘛？不是要体验那个汗蒸木吗？你们说汗蒸木就超级适合现在的气温。对，你没有注意到这边的建筑都特别不一样吗？哇，都是这种矮非常传统的，而且你眼前的这一栋，这看起来应该是有那种100年历史的建筑物。然后这就是一定是我们要汗蒸木的地方啊！今天要深入韩国的核心，去试看看那个传统的汗蒸木。对，可是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这么野外的地方，我有一点匪夷所思。那边有一堆原木，不，它该不会是用木头烧的吧？木头烧了，汗蒸不是就底部下去烤木头这个样子吗？哎，这是一个伐木场了吧？对呀，天哪，这木头也太厉害了吧！现在大部分汗蒸木的都是用插电的，那有可能是用烧的吗？有，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从这个树皮来看，这应该是蝌蚪科的那种酸皮栎那一类。那像这样的木头，通常都是一般人认为没有用，不能拿来当建材的木头，所以砍来烧或砍来种香菇。这边的那个烧的那个味道是蛮浓的，而且是整个村庄都是那个味道，空气中就弥漫的那种炭香啊。我们刚才沿路过来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山的之间都一直在冒那个白烟。所以我们要怎么搞清楚这些木头？我觉得唯一要搞清就是直接进去。OK，对啊，我们需要来蒸一下，我们需要那个房间呐。哇，它现在整个阳光香气的来源跟烟。对啊，这边已经造型就很有那种以前宫廷的那种感觉耶。进来这边好像一个铁工厂的。对啊，这现在这到底是？这是汗蒸木。有啊，因为那个烟是从那里来的。有柴烧桂圆的感觉。这是钢铁吧？哇，好多门哦，真的好特殊哦，真的。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아유 반갑습니다. 반갑습니다. 예, 과장이 很年轻哎。 아유 감사합니다. 아닙니다. 아유 잘생기고 미남들 뭐 미인분 오셔가지고 뭐. 我们想了解一下，刚才拿这些木头是在做什么用的？ 이 나무들을 여기 안에다 집어 넣을 거예요. 근데 이 안에 그냥 넣는 게 아니고 이거를 나무들이 들어가는 자리들이 있어서 그 안에서 제가 받아서 자리를 잡아줄 거고 이 나무들을 옮겨주시면 돼요. 지금 어느 작업은 끝났고 얘네들을 같이 옮겨주시면 돼요. 我们可以一起帮忙吗？ 아, 네네네네. 아유, 감사합니다. 아유. 怎么用？ 일단 요 장갑을 끼시고 요 나무를 요 안으로 넣어주시면 돼요. 안으로 최대한 깊숙이 붙여서. 哦，这很重哎。 조심. 머리 조심하시고. 바닥에. 在汗蒸目前，我们现在是要制作木炭吗？ 네, 제일 처음에 나무를 집어넣고 네, 가득 채워요. 근데 그냥 채우는 건 아니고 이거 얘네도 이제 자리가 있어서 이건 다 넣고 나시면 내가 자리를 잡아드릴 거예요. 为什么这个木头这么重？我以为会放比较干才能烧，这感觉是很新鲜的木头哎。 이 나무가 너무 말라도 안 되고 너무 젖어도 안 되고 저희는 최소 약 한 90일 정도 말린 나무를 쓰는 거예요. 이 숯이라는 거는 일종의 고기, 그러니까 숯을 굽는다는, 우리는 굽는다는 표현을 써요. 태우는 게 아니고 고기 굽는 거하고 비슷해요. 고기도 숙성을 시키면 맛있잖아요. 그러니까 나무 말리는 게 숙성이라고 보는 거고 안에 이제 불을 붙여서 태워서 숯을 만들잖아요. 고기가 두꺼우면은 안에가 덜 익잖아요. 이것도 나무가 이렇게 커버리면은 우리가 숯을 만들 때 속이 덜 익어요. 나무 숯을 만드는 거는 고기 굽는 거랑 비슷하다. 이런 생각으로 접근해서 하면은 좀 이해가 좋으실 거예요. 이해. 大概烧6到7天，烧完之后它就是拿出来，然后这个变汗蒸的窑了。同一个空间。对，所以他们每天烧木炭的那个位置不一样。烧几天它才会变成木炭？ 그렇게 해서 저희 집 기준은 한 짧으면 한 5일에서 한 7일에서 8일까지. 所以大概400-500度，然后连续烧5到8天，它才会变成我们看到的那种木炭。 它等于是用这个砖头把它整个封住，让温度保留在里面。它这个窑先烧热，然后木头拿出来，人换进去。这种我觉得我们很像土窑机，先烧木头，再余温烧人，这个意思吗？好 ，chicken。 그러니까 이렇게 해서 숯을 다 꺼내고 나면 이걸 하루를 식혀요. 그러면은 이제 제일 뜨거운 온도가 이제 꽃탕이라 그러는데 걔는 약 한 200도에서 한 250도 정도 온도가 돼요. 내부 온도가. 거기서 찜질이 가능해지는 거예요. 我终于了解了，我们现在做的第一步，学习制作木炭。我们是把木头碳化，
然后木炭拿出来再降温之后，因为它残留着就是我们那个说他们说的红外线，红外线然后我们才进去做汗蒸木。全韩国都这样子做吗？还是不，非常传统，非常传统。你用的那个木头啊，是哪一种木头？ 여기는 국내산 이제 참나무. 台湾含橡树啊，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它其实就是台湾也有的，叫做酸皮栗，因为它的树皮软软的，但是树皮很厚。可是为什么要选这个？ 일단은 껍질이 두껍고 그러면 이제 숯을 만들 때 이 껍질 안에 있는 내피가 숯이 되는데 이 불에 태울 때 이 껍질이 안에 내피를 보호를 해주죠. 그리고 이 나무가 고기를 구워 먹거나 할 때 제일 맛있어요. 숯에 대한 상품도 품질도 이 나무를 썼을 때 제일 좋게 나와요. 나무마다 다르지만 어떤 나무는 이렇게 다 숯을 만들어서 꺼낼 때 다 조각조각 부스러져서 나오는 반면 이 나무는 덩어리가 크게 원형이 그대로 어느 정도 보존이 돼서 나오는 경우들이 많아요. 哇，这木炭好棒哦！ She told me once, get in line. I said I don't mind wasting all my time. Down on the corner, watch the flowers blow. 你们来看，它上面有写温度哎。 150度到200。哦，哎，它这边每一间都有不同的温度，对你可以去选择你要什么样的。这个其实不是怕我们冷，而是要隔热，因为它的温度最高可以到200。怕烧到。对，怕我们自己烧到，所以这一件是要隔热用的哦。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里面没人呢。好兴奋，我们要进去了。去了。传统的韩国汗蒸，舒服了，好温暖哦！哇，太棒了，太舒服了吧？这个温度，很舒服，目前还不错。进来的温度适中，超舒服的。对，一进来整个被温暖，我现在有种头油 gay 的视角的感觉。它里面蛮大的耶。对啊，所以大部分像这种情况都会做成锥形啊。哎，我发觉我的背后已经开始烫了。对，哦，难怪要盖呀，怕你背会烫，所以难怪要盖起来。而且它的地板也是烫烫的，哦，对对，脚是踩在非常舒适的温度。你去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火在里面烧，那整个远红外线是充斥了这整个我们在汗蒸木的空间里面，像陶这样子，它很容易吸收很好的物质。所以现在这些物质应该是反射在我们身上。对，现在觉得我的那个脚底板好烫啊！它是慢慢渗进去的我，觉得很像踩在那种炙热沙滩上。对，难怪刚刚我们看的有时候出去人全身都冒汗，那个水蒸气整个排出来，真的会越做越尖锐。哎，遮起来真的比较不热哎。可以隔绝红外线。对，因为远红外线它的穿透力很强。那这个会变黑吗？不会，远红外线没有变黑的问题。就像我们用木炭来烤肉一样，木炭它产生的那个能量，它并不是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直火，它是利用远红外线把肉烤熟。它这个汗蒸木真正的一个开头的源头，其实就是炭窑，用做炭的目的，把这些木头慢慢烧制成炭，然后把里面的温度再利用。让大家来这边做汗蒸木，结果它那里面烧完的木头变成炭以后，运出去又变成很贵的炭，因为它这边的炭是好的，对，它的木头是好的。对对对。哎，我觉得这样很好哎，因为它就是好像一条龙的做法，然后一个环节都没有浪费。就像老板他自己讲，他这是最天然、最环保、毫无浪费的一种工法。你不觉得汗蒸木里面的温度跟我们在做那种烤箱的温度其实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感觉汗蒸木的温度是温柔。对，好想躺着。哎，我脖子上扭一下，筋都开了呢。Marvin Gaye, let's get it on. Ooh, let's get it on. I want you, I want you. Let's do this thing called love. 控油啦，好烫，给烫呼噜呼噜。刚刚我在汗蒸木的时候就想说，哇，如果这时候可以吃个烤地瓜，那该有多好！哎，结果这边真的有烤地瓜哎。哎，我们这样很健康哎，就是我们吸收很多红外线，然后我们现在也吃就是红外线的食物。分享小知识，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烤的时候啊，里面的温度其实不算高，所以它会帮地瓜的淀粉形成一层保护质，所以地瓜的维生素 C 其实比较不容易消失掉。所以烤地瓜是都特别的香甜，对，有营养，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这真的跟我在台湾做的完全不一样，就是这个热度、这个风景，然后整个氛围感受度完全不一样。在这边，我们真的是到野外，然后砍那个橡树，然后自己控，然后焖那个窑的感觉，
真的完全不一样，一定要到这里你才可以感受得到。哇，你再把木炭拿出来，对啊，哦，这就那第3步哦骤。哦哦，哇，感觉温度超级高。对啊，那个看上千度。木炭都已经出来了。对啊，我跟你讲，其实这个在全世界都很难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它那个炭这样烧以后，它拉出来，先把碎炭收集起来，那个碎炭可以另外装箱，碎炭比较便宜，但大颗的、大块的都还在里面。现在这几度啊1000多？1000度了，因为碰到空气，对啊烧起来。所以这些都是那个白炭的部分。对，这对我来讲是一幅很美很美的画面。哦，我们可以试试看吗？还可以，可以，好可以，耶！那我要体验一下。哦，哎，很重哎。你们在捞的过程中，那个温度一直冲出来。它用这东西有点类似像杠杆原理进去，轻轻的这样拉，好厉害哦！哎，我们刚刚送进去的木头都这么粗哎。对啊，现在出来都变成碎碎的那个木块了。要不要试试？好啊。哦，这根就很重。这个蛮重的哎。对对，你要把那个大的那个，哦，然后它里面是中勾的那个。间段。哇。哎，这个很辛苦哎，因为那个木头也是蛮重的。哎，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哎，我觉得很像异世界的东西。就是火是有颜色的这件事情，对，整个这样烧起来，而且它是活的。对啊，好美哦！哇，这太厉害了，这太厉害了！你仔细看，里面其实很像金矿哎。所以我觉得这边汗蒸木有一群人这样子辛勤的帮我们把汗蒸木给弄好，就是很幸福。然后把这个传统留下来，让我们还有机会来感受，我觉得真的太难了。这个算最道地的。对，因为超道地的啊它去掉全部我们所想象那种完全奢侈，全部拿掉，对华丽都拿掉，然后保留它最原汁原味。 The only place to be. 还要拿电钻。没看过这种烤肉方法，我第一次看到，然后再来我以为在烤披萨，很像很窑像。烤披萨，窑烤五花猪。哇，这温度也太高了吧！ Oh my god！那个里面会飘飘飘，因为它的油滴下来，然后马上滴肉烧起来了。马上再换，哇，烧起来，烧起来了！太厉害了！然后哦，好了哦，不会吧？ Finish。它一放进去，那油马上就滴下来。哇，你看那个油，下雨，下雨了。下油花雨， 그리고 끝까지 익으려면 이제 이렇게 해놓고 우와. 조금 기다리면 돼요. 要让它慢慢的艾美，没那反应。艾美最喜欢的焦焦对，片，猪八感。好香哦！讶异的是，不到15秒，对呀，大开眼界，哇，直接瞬间就熟了。其实以后你这油灰就对了，对啊，然后它上面有点焦焦，其实很香哎，对，焦香味。一拿出来超香的。 口水一直流。太厉害了！我没有想到猪肉可以做成这个样子的方式啊！怎么会想到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传统的韩国的烤猪五花这样子？ 이거는 예전부터 이제 숯을 만드는 사람들이 저 열이 원체 세니까 이제 숯을 만들면서 편하게 고기를 구워 먹자 해서 이제 옛날부터 내려오던 방식이에요. 厂长，你可以教我们一个最道地的吃法吗？ 자, 다 넣고 이 마늘이랑 이렇게 가도 되나? 这个吗？可以，可以，可以。 그래서 쌈장 他们真的 듬뿍 什么都沾辣的。 아 소금을 내가 빼먹었네. 这是什么盐巴？ 자, 누가 드실까? 欧巴，欧巴，欧巴，给我哦，什么东西？ 아, 你为了吃连欧巴都叫得出来了，沾这个，沾那个。好幸福哦！这个，这一口由最地道的撒姜粒喂我吃，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因为撒姜粒的手还有点炭，那个炭也一起入口。好好吃哦！那猪肉好厉害。 한번 드셔보세요. 이게 일반 시중에 파는 고기하고 맛이 달라요. 센 열에 이게 확
기름을 쭉 빼는 거기 때문에 겉은 좀 바삭바삭하고 속은 되게 부드러울 거예요. 또 이제 숯가마에서만 맛볼 수 있는 거고 한국에서도 일반 식당에서는 좀 맛보기가 힘든 음식이에요. 这边木在地的，木炭限定。对我而言，它其实真的超越了韩国烤肉的那种等级。我觉得是人类史上一个全新的烹调的方式。第一，非常的快，然后锁下去的肉汁就像瀑布一样，我没有吃过这么多汁的猪肉，然后外表又是脆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形容，太厉害了。 네, 아, 진짜 맛있었으면 좋겠어요. 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我很好奇我们这样子在这里这样子烧炭，就是多久了啊？ 저는 이제 한 8년 정도 제가 여기 있었고 저희 아버지께서 20년 넘게 이 일을 하고 계셨어요. 8년 전서부터 이제 제가 맡아서 하고 있고 원래 저 같은 경우는 이제 서울에서 이제 직장 생활을 하고 있었어요. 근데 이제 아버지께서 요 숯가마 일을 이제 하시면서 자연스럽게 이 일에 대해서 관심을 가지게 되었고 근데 이 참숯이라는 이 문화가 우리나라 전통 문화인데 점점 사라져가는 게 너무 안타까워서 지금은 저는 이 우리나라 이 좋은 문화를 살리기 위해서 그래서 굉장히 좀 직접 일을 하면서 이 산업을 발전시키기 위해서 지금 저희 공장뿐만이 아니더라도 여러 가지 다른 사장님과 교류하면서 이 일에 대해서 이 숯이라는 거에 대해서 좀 부흥시키고 이제 잘 되게끔 하는 게 제 목표로 삼고 이 일을 지금 하고 있는 거예요. 아, 辛苦哦，沙江你，沙江你，沙江你，其实我内心一直想问小江宁，他本身就他以前是在首尔做上班族，但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他去想到这一点？大部分以他这样年轻的年轻人，他又长得高又长得帅，他应该是喜欢在都市里面生活，但是怎么有那一颗心回来？我觉得那是我最想了解的。也算是返乡青年。对。 이 일을 이제 자연스럽게 아버지를 통해서 접하게 된 거고 이 문화가 사라지는 게 안타까워서 제가 직접 뛰어든 거고 지금 이 산업을 이 숯이라는 거를 좀 더 부흥시키고 부활시키고 이 좋은 거를 좀 널리 알리고 그래서 지금은 이 숯이라는 걸 만들면서 제가 이제 이런 농업 또는 이제 뭐 그 양식장 김양식장이라든지 이런 축사 이런 쪽으로도 이제 친환경 소재로서 버리지 않고 화학물질이 아닌 여기서 나오는 이 부산물들을 활용을 해서 친환경적으로 그런 뭐 농작물들이나 이제 그 축사에 이제 냄새를 없앤다거나 그를 활용해서 이제 또 퇴비를 만들다거나 이런 활동들을 하고 있고 얘기처럼 이 숯에서 나오는 연기 같은 거를 활용을 해서 에너지로 활용하는 그래서 단순히 숯이 아닌 이거는 숯을 넘어서 에너지 그 산업으로까지 확장을 시킬 수 있는 분야이기 때문에 더욱더 이제 관심을 가지고 해 나가고 있는 거고요. 순수하게 이 숯이라는 건 한국 이름인데 이 숨은 뜻은 신비한 힘이라는 그 의미를 가지고 있어요. 그래서 옛날부터 우리 전통 이제 간장에 이 숯을 넣고 밥을 지을 때 숯을 넣고 하면 냄새나 균이 번식하는 걸 막아주고 냄새를 잡아주고 또 옛날에 이제 우리나라 전통 문화로 옛날에는 이제 그 남자아이가 태어나면은 이 새끼줄에 뭐 고추라든가 숯을 거는 문화가 있었는데 그것도 이 숯이라는 게 항균 탈취 이 바이러스를 잡는 그런 효능이 있기 때문에 우리 선조들은 그걸 알고 있었던 거예요. 그런 여러 가지 환경적인 부분 이런 과학적인 부분들이 굉장히 지금도 많이 접목이 되어 있고 이게 앞으로도 무궁무진하게 친환경 쪽으로 이거를 많이 활용할 수 있기 때문에 그런 쪽으로 좀 더 많이 국내 숯을 많이 발전시키고 싶은 마음인 거죠. 很聪明耶，就是完全不浪费。你看，我们不只是已经有做了木炭，然后又在焊着木，那么还可以做食材，对，然后它的炭又拿出去卖，全部都丝毫不浪费，是完全跟这个土地一起在生活着。 그 외적으로 가장 힘들었던 건 이제 두 가지가 있는데 아버님이 이제 2020년도에 여기서 큰 사고가 나셔서 좀 몸이 지금 많이 불편하셔요. 근데 그때 이제 그거를 겪으면서 좀 많이 힘들었고 그 외에는 이제 코로나 코로나 때는 누구나 다 전 세계적으로 그렇지만 그때는 다 같이 힘들었죠. 그 두 가지 정도 있었어요.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제가 이거를 하는 이유는 이 숯이라는 게 아까 얘기했던 여러 가지 효능이나 효과가 있지만 그 외적으로 사람한테 이렇게 찜질을 하러 많이 찾아오시는데 우리 건강에 굉장히 좋아요. 실제로 얘네가
암을 잡아먹었다는 그런 논문이나 사례도 있고 연구 결과도 있고 그래서 그런 암 환자분들이 많이 찾아주시고 그래서 코로나 때 많이 힘들었지만 그런 분들이 와서 격려해 주시고 또 그런 분들을 외면을 할 수가 없어서 계속 운영을 해왔던 거죠. 그래서 앞으로 이제 더 잘 될 거라고 믿고 또 이렇게 여기 찾아주시는 분들도 많이 응원해 주시고 해서 더 열심히 잘 해보려고 하고 있습니다. 谢谢辛苦教了我很多碳的文化，我觉得一定可以把这个就是文化持续性的保护，并且发扬光大。教了我很多，谢谢。 아유, 감사합니다. 在韩国有很多的技艺是被国家保存的，他希望他烧炭汗蒸窑的这个技术能被国家重视，进而被国家提升起来，变成匠人的等级而被保存着。在那个当下，我相信他做得到，而且我也觉得他已经做到了。我会特别去找哪个国家最漂亮或最代表性的那个点。对啊，整个是银白色的。